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家博。2022年 LPL 夏季赛总决赛在9月1日晚正式落下帷幕。TES 和 GDG 这对欢喜冤家也是直接将这场决赛 BO5 拉满。最终 GDG 在决胜局依靠着更具韧性的拉扯能力以及团战机会能力拿下比赛，拿到了队史的第2座联赛冠军奖杯。在这场对决之后，关于 TS 输给 GDG 的原因讨论有很多。虽然决赛打满了5局，本应该说是势均力敌的，但如果仔细回看细品整个 BO5 的话，你会发现 TS 在很多细节上确实没有 GDG 做得好。这种差距可以大致概括为2点。第一点就是运营细节、团战决策。首先我们来看下运营细节。所谓的运营其实最早是从 LCK 赛区引入各大联赛的一个概念。在演示这件装备尚未从召唤师峡谷移除的早年， LCK 赛区的队伍非常善于利用视野的优势来审时度势，进行兵线以及各种资源的博弈。但是当下的版本，运营的方向和方式比起早年多了很多，比如大家常听到的4-1换线，或者是峡谷与小龙的资源互换，又比如 LPL 的中式打架式运营等等。然而运营这种内容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很大一部分需要教练给予团队指导，因为作为战队的军师，他们是最能从宏观角度看比赛，并发现队伍存在的运营问题的，而这就涉及到教练对于队伍运营能力调整的高低问题了。显然在这方面，拥有 LCK 运营思维以及多年在 LPL 赛区摸爬滚打的红米，自然是要高于白色月牙的。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别人拿了3座 LPL 冠军，而白色月牙只有1个。如果说运营问题教练的作用占80%的话，那么团队决策这方面，选手自身是占据绝对主导性的。因为英雄联盟的比赛，每一场比赛的情况都不同，这也是英雄联盟比赛为什么精彩的地方。选手需要做的，除了保证基础的一些决策外，更重要的就是一些关键节点的临时决策。那么就这场决赛 GDG 打得要更加聪明，比如在己方已经劣势的情况下，他们知道何为隐忍，就是主动放弃一些正面拼资源的团，然后给团队核心位置发育，亦或者在大龙 buff 推进时故意卖个破绽，牺牲掉一个位置，换取更多的防御塔经济。也有利用兵线来牵制即将到来的关键资源团，采用兵线视野展开拉锯战，迫使对方疲于在进攻还是防守之间反复横跳做出抉择。这些方面其实在决赛 BO5 体现的淋漓尽致。比如第2局 TS 在手握1万多经济领先的情况下，愣是不敢正面打团，而这种决策差距最明显的就是决胜局。当比赛来到后期时， GDG 在劣势的情况下，利用蓝色方大龙区视野更占优的有利条件，不断的勾引或者逼迫 TS 来看大龙，然后利用369在边路牵扯分带。在小龙刷新后，369又成功勾引了双 C， 为 GDG 换取了小龙 rush 的机会，后续又利用中路兵线更好主动放弃小龙团，转而强推对面中路高地，迫使 TS 不得不回防。像这种临时起意的决策或许是灵光一现，但更多是在常年的训练中形成的一种默契配合。阿博个人不觉得 GDG 和 TS 两边的选手在个人能力上是有差距的，但英雄联盟毕竟是5人游戏，到了这种决赛阶段，个人能力不会成为左右比赛胜负的关键，反而是更加细小入微的基本内功以及5个人的默契更加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昨天比赛中 JKLove 堪称灾难级的表现，也是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，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关键局 BO5 中出现问题了。先简单说一下昨天 JKLove 的表现，可能很多观众没有看过比赛，或者说没有看全比赛。JKLove 在此前2个 BO5 状态都非常好的情况下，在总决赛的 BO5 中突然出现问题。第1局使用卢锡安，在优势局面下一猴子被 Kanawe 直接反开，交掉双招暴毙，这一波成为转折点， GDG 掌控主动权后完成翻盘。第3局 GDG 翻盘的转折点不在 JKLove 身上，但 JKLove 在关键团中出现致命空大，没能叠被动，所以几乎没有打出该有的团战效果。第5局翻盘转折点是 TS 双 C 去追369， JKLove 闪现撞墙，被拉扯后赶去正面，TS 的决策出现问题，
三人强行拼惩戒，等双 C 来，没有闪现的 JK Love 被反推击杀。之后的最后一波团战中，失误操作想要 E 技能获取 Q 的攻击特效，结果点到塔墩子，直接飞脸暴毙了。这样的表现让很多 TS 的粉丝，包括观众都大失所望。本以为 JK Love 会是 TS 最强的后期 carry 点，但关键局面直接送了。而且 JK Love 出现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S10 全球总决赛 JK Love 小组赛表现堪称世界最强，到了淘汰赛马上出现问题。对阵苏宁的比赛，团战各种暴毙。第一局3-0的镜给猴子身位被拉开击杀丢资源，然后关键龙团闪现杀辅助，位置靠后被击杀。第二局 EZ 团战0输出，有闪的情况下被奥恩击飞。第三局女警被线杀，前期直接崩盘。第四局寒冰还是经典的躲不开技能，团战暴毙。S12 春季赛决赛打安季，第5局炸弹人经典前期优势，中路闪现吃小虎维古斯大招。可见 JK Love 已经是有好几次关键的 BO5 阶段中出现巨大的问题，要么就是全程状态不在线，比如 S10 的4强赛，还有今年夏季赛的总决赛，要么就是关键时刻突然来一波大的。因此很多观众都表示，和 JK Love 做队友真的很倒霉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他搞一波大的。除了梦幻的 S10 春季赛之外，再也没有拿到冠军。阿博认为 JK Love 本质上与 The Shy、骚粉等选手差不多，状态好的时候能达到世界最强水平，状态差的时候就各种送。The Shy 送的次数多， JK Love 则是关键局面送一波大的。JK Love 曾有一个黑称叫操哥，其实就能很好的体现他的特点。当 JK Love 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他的纪律性很差，对团战技能的预判很差，交技能的速度很慢，而且会出现盲目自信冲上去操作的情况。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，他的队友其实是非常累的。实际上在 S8 的那一年， IG 有很多赢下的对局中， JK Love 也经常出现暴毙的失误，只不过那一年成绩太好，很少有人抓着比赛中没有影响大局的失误来说，但在团队需要他兜底的时候，问题就出现了。除了 JK Love 外， Knight 虽然没出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可也被网友给喷得特别惨。原因就是 Knight 一到关键的比赛就会没存在感，而这把 BO5 打下来也同样是如此，完全被牙膏给压得没了声音。反倒是天在季后赛最后几场比赛的表现越来越好，尽管 JK Love 前期多次被线杀，但依然把节奏给带了起来，所以大家也是纷纷调侃，让 JK Love 给天磕头道个歉。比赛结束之后，不少人都调侃 JK Love 是 GDG 夺冠的 MVP， 若不是 JK Love 最后这波操作， GDG 还真不太好赢。但阿博我觉得最惨的恐怕就是小天了，又一次输掉了决赛后，小天已经4连亚军了，而且几乎每一次都是尽力，还是非常遗憾的。那么 TS 还有没有机会在世界赛拿到好成绩呢？阿博认为肯定是有的，但是得看运气。简单来说， TS 的4个队友首先要保持足够好的状态，同时期待 JK Love 在世界赛中的关键局能打出像打 EDG 或者打 GDG 第1轮的时候那个状态。小组赛可以送，但是淘汰赛不行。运气好的情况下， TS 是有机会拿好成绩的，运气不好，那大家就年底解散，各自寻找新出路了。